今天要前往久违了的香港。距上次前往香港已经有7年了，超级怀念那里的食物的。这次遇到国泰机票买1送1，二话不说就下定啦。还有点时间到环亚的贵宾室晃一下。待会机上还有餐点，就不叫热食了，随便吃一点。B4登机口往香港。要出发咯！飞行时间只有1个小时多一点，所以机上餐也比较简单一些。袋子打开，整个香气满溢。是9层塔鸡肉饭。飞行时间很短，几乎看不完任何一部机上电影，随性看了一下很喜欢的《铃芽之旅》。开心抵达美食之都。入境大厅有个为了宣传《九龙城寨》电影而设置的大型造景，细节惟妙惟肖，满满老香港的味道呢。接下来搭车前往下榻的饭店寄放行李。除了地铁外，香港的巴士也四通八达。从大厅出来后右转直走就会抵达巴士站。我们搭 A31 前往荃湾。上车直接刷刚刚买好的八达通卡。听说双层巴士的上层景观很好。你看这个是悬崖哎，太恐怖了！你看这超深的好不好？抵达荃湾，先去寄放大行李。到饭店后面的港式饮茶吃午餐。
这家港式点心很好吃。这是洗这个。在香港的饮茶店会先给你一壶热水，让你冲洗一下碗筷，真的是满满仪式感。鲜虾肠粉跟牛肉肠粉先上桌了。里面有好大只的虾仁。胖胖的吃，什么都很好吃的感觉。真的，我看他吃都很好吃哦。而且要酱油不会咸的，好不好？牛肉肠粉看起来卖相也很好。就是要是怕吃喉咙不好的，就不要吃电炸。好吃哦。这算。是的哦。你要有辣椒油吗？可以。好，要。我要辣椒油。好菇虾，好吃哎，好好吃哦。里面好多虾虾哦，好赞。你看它有好多虾在里面。香港的凤爪也是我的最爱之一。七小条，好胖。这个是吸满了酱汁，超好吃。凤爪是吃的吗？它是面筋，对，在面加豆。它是烤酥。对。这里的炸云吞做得很漂亮。附的酱汁带点酸气，有点红酒醋的感觉。好多哦。好多虾虾哦，整只好看哦。也要尝尝叉烧包。老冯的叉烧包内馅的颜色比较深，味道稍微偏咸口，没那么甜。第一餐有点失心疯，乱点一堆，餐点一直上来。牛肉丸与虾仁烧麦。不会掉的烧麦夹法，就把它戳进去。哦，好胖。牛肉丸下面是豆皮。要卷的。口感有够弹牙的。这个潮州粉果第一次吃到。我都加那个。是个熟悉的味道。好像春卷。
等一下，但是因为它里面有脆脆的那个是什么马蹄吗？它有马蹄在里面啊，就很脆啊。那个真的做的漂亮。好古早味。咖啡。这家好吃又不贵，很推荐。接下来朋友要带我们去吃甜点。快点，快点！朋友推荐这家豆花。要加多少？你喜欢它？香港的豆花是满满的豆花，几乎没有糖水，糖跟糖水要多少自己加。这是红糖。好甜哦！会太甜。不是要往下挖。我们买完后，豆花摊就开始排起队来了。吃起来跟台湾的风格不太一样，但满满的豆花吃起来爽度很高。点心吃完，我们要搭巴士往尖沙咀，要搭渡轮到中环，然后去跑马地看赛马。尖沙咀的这个前九广铁路钟楼是香港的法定古迹，是香港铁路早期历史的重要标志。发现有台令人怀念的雪糕车。其实就是吃一个情怀，没有比较好吃。这个冰淇淋，但是它卖的比较贵。来去码头搭渡轮到香港岛。像搭乘地铁或巴士一样，直接刷八达通就可以入内等船班了。渡轮的班次很多，其实蛮方便的。维多利亚港除了作业船之外，也有很多观光船只在航行，很热闹呢。大约10分钟就到对岸了。
环9号码头这边有个摩天轮，可以上去看浪漫的维多利亚港，是情侣约会的好地方。来香港不能错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搭叮叮车，往跑马地出发。在叮叮车上很有老香港的氛围哟。人生第一次来马场看赛马，今天很幸运的遇到填写问卷免费入场的活动，平时入场好像要10块港币。谢谢。一进来就先被门口商店的赛马娃娃吸引。它还2只连在一起。人气满满，超热闹的。一旁有个超大的草地赛马跑道，中间有个大型萤幕，会播报现场实况。除了啤酒外，这里也有贩售一些食物。我们买个麦当劳，然后去感受一下赛马的紧张气息。香港麦当劳薯条的味道跟台湾的一模一样。比赛开始了，现在选手在对面的跑道，马上要跑过来了。一阵风般的冲过去了，冲线时现场的欢呼声不断呢。还有歌手演唱，炒热现场气氛，真的是个很嗨的地方。She won't cry when I can't stay down. Now these tears is all alone. The river I won't be gone long. Put your dancing slippers on. Keep me on your mind. Oh, I'm coming home. The Uptown's got its hustlers. The Bowery's got its bums. 42nd Street has got Big Jim Walker. He's a pool shooting son of a gun. See, he's big and dumb as a man can come. He's stronger than a country horse. And when the bad boys all get together at night, you know they all call him Big Jim Boss. Just because, well, they say you don't tug on a Superman's cape. You don't spill into the wind. You don't pull the mask off an old Lone Ranger, and you don't mess around with chicks. On the heart that wasn't bloody was the soles of the great man's feet. See, he was caught about 100 places, shot in a couple more. And you better believe he's hanging every night, so every big jam hit that floor. Now they say
But you say you don't tug on Superman's cape. You don't stand in the weather. You don't go the night storm and no Lone Ranger. You don't mess around with them. They say you don't tug on Superman's cape. You don't stand in the weather. You don't go the night storm and no Lone Ranger. You don't mess around with them. Well, sons of you. 都来了，也来去赌马一下。下一场的选手与各自的赔率有分独赢跟进入前3名，可以填单购买，也可以告知服务人员要买几号。乱买一通，志在参加。开场前到观赛座位区选好位置，接下来就能好好的为自己的选手加油咯。选手开始就位。比赛有分短程与长程，因为终点在同一个地方，所以起跑位置也不同。这次从对面的赛道开跑，3号选手冲线了。我们有买到一支3号独赢，来去领奖，可以在特定机台兑换彩票。结果我们赢太多，机器无法负荷，需要专人来为我们 VIP 服务。其实只有23块。不要遮起来。很好玩、很欢乐的地方。搭叮叮车回去饭店，时间比较晚，行车时间就很快了。最后，朋友又带我们吃宵夜。来尝一下道地的香港宵夜。朋友推荐的五香咸肉粽。这像湖南粽。麻可以再加，直接淋上去。你要吃没有这样？潮州粽，对我这吃没一样。跟潮州粽味道很像。潮州粽。这个叫炸两，是个用肠粉包裹油条的小吃。看隔壁桌点，好像很好吃。它裹油条吗？炸两，一两。你看葱花炸两肠，蛮特别的，酱加多一点比较好吃。皮蛋鱼肉粥。鱼片跟皮蛋。第一次看到鱼片肉与皮蛋的组合。好吃。两样都是我喜欢的。好吃。这个都蛮好吃。不用夹。
今天可以饱饱的进入梦乡啦。今天是来到香港的第2天，准备来去香港一家很在地的早茶店。这是我的香港朋友推荐很道地的早茶餐厅，位置稍微偏僻了一点。来到荃湾地铁站附近，搭乘80号小巴往川龙村，车次不多，约1个小时一班。上车后直接坐到终点站川龙村即可。下车后往下坡处走小小一段路，然后左转，顺着阶梯往下走。没有当地人。就可以看到前方不远处的端记茶楼了。端记茶楼开业至今超过50年。营业时间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1楼的部分非常有香港早茶店的气氛。因为位置都满了，我们只好到2楼。茶水无限量，但每个人会收一笔小小的茶水费。现场有4种茶叶，想要喝什么茶，茶水浓淡自己打理。因为全店采自助式，餐具与餐点也都是自行取用，餐后再请服务人员结单即可。蒸笼里有各式港点，喜欢什么自己夹。另外这一次来到香港，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每一间店的服务人员都好客气，一度让我怀疑不是来到香港。先感谢你们，让我这次旅游留下很美好的回忆。还是纯长的。谢谢。除了港点外，这里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烫青菜。最有名的是取自附近农田里的西洋菜。我们今天来晚了，很多青菜都卖完了，所以最后点的是菜心。香港的菜心非常好吃，外形有点像芥蓝，但软嫩很多。好，腐乳，好放旁边。谢谢。你要吃吗？谢谢。好。不知不觉拿了不少。这个主要是这里他们做的。我们叫芥蓝，它叫菜心。刚刚这边鸡同鸭讲。另外有包括年叉雞啊，中意食嘅朋友咧出嚟攞喎。它真的很軟。包括年叉雞啊。那我要吃这个很粗的这个菜。你看他们这个很大根，很軟啊。我就喺個房，你做乜唔問我？唔喺度傾。譬如你同佢講咪得啦，佢同我講，我做乜同佢？你冇問。那也是，他们都乱做。看看，但是昨天那个酱真的很厉害，好喜欢。我最喜欢的虾饺也没缺席。它会洗又会辣，昨天吃的都觉得好吃。我可以都是虾饺。
因为我昨天蒸的这个比较细腻，跟那家那个一样好。比较像台湾那种红色，比较像台湾的那种。端记的叉烧包调味风格跟台湾常吃到的比较像，外皮绵密，叉烧内馅偏甜。荷叶鸡看起来很不错。它有那个梅干菜。这好吃了。这个好重。那个是什么？那是木耳。木耳。里面还有鸡翅、腊肠、虾米。另外，这个腐皮卷很让人惊艳。什么东西啊？料很多啊，能吗？还有什么？猪肚。哦，好香哦！这好好吃哦。里面最少3种。还有鸡翅，还有鸡翅，还有腊肠，火腿。好，我很厉害。还有一个啦，你还没讲到，但是我就讲不出他的名字。那个在想。我就知道是什么。是猪皮吧？是猪皮吧？啊，猪皮，炸猪皮。它不是这个。猪皮，它很好吃，这个好吃。它好吃。虽然已经吃很饱了，但老公坚持要吃甜点。一如既往的招数，香港的豆花自己加糖。好甜哦！多肉甜，这自己用。果然不能放男生自己去拿菜。你可以刮豆腐就好，肉就不进。好甜的。已经过中午了，还是陆续有客人进来。想要感受香港老式早茶，可以来这里，很推荐。吃完早午餐后，回到原本的下车处，搭同一班车回荃湾，一样搭到荃湾终点站，就回到早上搭车的地方了。接下来到荃湾站搭地铁，目标是全香港最大的购物中心海港城。到尖沙咀下车。尖沙咀是九龙这边非常大的一个商业区，各式商店与百货商场林立，光这里可以逛一整天也不为过。有人说想要补充咖啡因，所以要进去坐一下。这家咖啡厅整体走白色简约系风格，让人感觉非常舒服。做定位后，扫码点餐。
咖啡的浓度偏浓，可以有效补充咖啡因。但是我有偷加一点点柠檬水，因为我觉得超懂的啊。海港城是香港最大的购物商场，据说有700间商店、50间餐厅和好几家休闲娱乐中心，大到像迷宫一样。我来了好几次都没全部逛完。结果最吸引我的还是小废物店。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其实这次来海港城，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有个观景台，海运观点刚刚开放，从海港城的连通道可以直达。走，一起来去看看。I was just calling to see if you're free to run away with me. 顺着路标往海运大厦，即可来到这个电梯。上去就是新开幕的观景台咯。Tell your friends, let them know we're safe later on. The road's calling, sun on my skin, sleeping under stars when it's gone. 这里拥有270度瞭望维多利亚港的景观，而且是免费开放。To run away with me, to run away with me. 那我们还买船看灯光秀。还有茶。在这里待到晚上，看维多利亚港的灯光秀，换采永香浆应该很不错。
不过因为我们想去星光大道看一下，所以先离开这里。在尖沙咀这里可以顺便买杜明的观光客伴手礼。从美丽都大厦进来到2楼，有珍妮小熊曲奇饼的门市。这个饼干好肥，但好好吃，不便宜而且好重，但台湾卖更贵。再辛苦也要搬一些。买完伴手礼，慢慢散步到星光大道。这里2015年整修，于2019年重新对外开放。香港星光大道设立的目的是纪念香港电影业的发展史，并表扬电影巨星的成就和感谢幕后电影从业者的贡献。星光大道是一条观景海滨长廊，从这边可以一览维多利亚港对岸香港岛的都会灯光。这是张宝仔号，是一艘在维多利亚港营运的观光船。中式帆船的造型据说是纯手工打造，它的船名由来是以19世纪中国著名海盗张宝仔的名字命名的。看到它在眼前慢慢驶过，好有来到香港旅游的氛围。右边是维港另一台著名的中式帆船大张宝号。星光大道这里有很多香港明星的手印。好顺，他的手好小哦。他的大拇哥好长。他还有签名哎。吃。你手比吴君如大很多。真的吧？原来他们的手好小哦。谁？以前的偶像黎明哎。啊。黎明哎。郭富城。好么？郭富城。哎呀，好害羞哦。这个手是谁？咁你坐喺燈光叔睇。这么长哎。他手怎么这么大？刘青云很大只吧？我不知道啊，他手怎么那么大？张学友的先生的手没有那么长，李俊宇的手怎么那么长？这是蔡阿平的手印，为什么？大小一模一样。谁啊？张艾嘉，这是我，你看一模一样，刚刚好哦。爸，有没有？一模一样哎，你看。它跟我的手一样大。在星光大道中欢乐地欣赏维港，并等待着8点开始的灯光秀。这是个结合探射灯、雷射、LED 灯等灯光效果的音乐汇演，由维多利亚港两岸44座大楼及地标合作举行。
准备开始咯，我们一起欣赏吧。这种超大型的灯光秀，现场的氛围真的很震撼。接下来顺路到旁边的 K11购物中心逛逛，它就在星光大道旁边，是个超高级的百货公司哟。连自动门的开启方式都很有仪式感。整个卖场以艺术、人文、自然三大元素融合，还有个购物艺术馆的美称。这里的装潢满溢着独特的设计感，有如在逛一个美术馆。Let's lose track of time, darling. Stay for a little longer while I hold your time. We'll wait, so just rest your head upon my shoulder. Nothing in our way is colder, but the day's not over yet. Summer nights, watch them go by as we fight off the cold. Holding you tight, you know just what I'm thinking. I don't want this moment to go. No, I don't want this moment to go. Let's lose track of time, darling. Stay for a little longer while I hold your time. We'll wait, so just rest your head upon my shoulder. Nothing in our way is colder, but the day's not over yet. 下次有时间再来好好的逛一逛。最后，朋友带我们去吃晚餐，听说是最近崛起不久的热门烧鹅店。这样下去，不然会不够吗？餐点会附送一杯饮料。这是你的吧？哇，好喝！要两包海。开心的我选了高级的鹅腿加叉烧饭。好好吃哦！够味，好棒！
鹅腿肉质出乎意料的软嫩，外皮酥脆，香气四溢，真的很惊艳。一直以来都觉得香港在地的叉烧肉做得很棒。常看香港朋友们分享烧鹅腿，超级羡慕。这次终于如愿品尝到了，超级好吃的。香港的烧腊真的很厉害。吃饱喝足，该结束今天的行程啦。今天计划来去坐新的太平山缆车，以及搭游艇游维多利亚港。先来到上环的熟食中心，原本预计要来一家老店吃它的招牌西多士，结果这家端记咖啡今天竟然没有营业，真的有够可惜的。所以就近找了一家有卖西多士的茶餐厅吃早餐，结果又刚好超过早餐时间，没卖西多士了，只能含泪吃早午餐。这家餐点的品类都是很传统的香港简餐。奇妙的味道，它是葱还是韭菜啊？跟我们台湾的中蛋味道不一样。吃下。称不上很惊艳，但现做的滑蛋虾没有不好吃的道理。试试看餐点附的辣油。它会有像在这里，很香。不会辣。就是很香的味道。另一个餐是麻辣肉丁出前一丁面，这个泡面在香港简餐店也都是基本款。很香啊。这个才会辣。但是也不会很辣，觉得还好，可以接受。他们面煮的很好吃，面煮得很好吃，面煮的 QQ 的好好吃。套餐附的脆皮奶油猪，虽然叫奶油猪，其实就是烤法国面包加奶油炼乳。吃饱饭后，开始今天的观光客行程。运动一下，散步到中环的缆车站。来体验一下太平山缆车的新车厢。谢谢。入口处有新建制的大片 LED 萤幕，为排队等待多了一点乐趣。香港太平山缆车于1888年启用，至今已超过130年，全长1278公尺，
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缆索系统之一。这个复古风的墨绿色车体是最新的缆车，已经是第6代了。在短短的1公里多的路程中，爬升高达300多公尺，整个向下的离心力让人站都站不住，贴背感十足。出缆车站有一个太平山山顶市集，有卖很多小纪念品与礼品。知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馆也在这边，但因为我很怕蜡像那个感觉，所以门口拍拍照就好了。缆车站的这栋建筑名为凌霄阁，顶楼是名为摩天台428的观景台，但我觉得光是在这个电扶梯间也已经够美的了。在之前还没有观景台的时代，我们都是到旁边的狮子亭，是个可以免费瞭望维港风光的地方。晚上来拍夜景也非常棒哦。我真的超喜欢狮子雕像的。下山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交通工具。在悬崖边奔驰的感觉有点可怕。到湾仔这边提前下车，还去吃下午茶。早上没有吃到西多士，找一家店解解馋。目标店家就在前面。
波斯宾士是一家连锁的港式茶餐厅，也是拥有不少支持者。先点了一杯香港特有的饮料咸柠七，先用负的搅拌棒把柠檬的味道压出来，再加入七喜。此时我还没发现问题，我根本下错单了，叫了普通的莱姆七喜。柠檬汽水，我以为是咸柠檬，不是竟然不是咸柠檬，是莱姆汽水而已。这是奶酱吗？对，就它有。我点的这个是奶酱厚多士，朋友说奶是指炼乳，酱是指花生酱。是这样。好软哦！我一下子就吃完了，因为它是很松软的丹麦。好吃哎！这个好松软。谢谢。心心念念的西多士来了。刚刚的奶酱太惊艳了，结果对西多士的热情大大减退。然后再把它拿过去。没有，要是很小块。它是要切成那样的。要很爽。它甜甜的，甜甜的。东西这一块给你，菜不要。搭一口港式奶茶，很享受这个时光。附近刚好有最近很红的蛋挞，买一些晚点去搭邮轮的时候吃。接下来搭叮叮车前往中环，目标是中环9号码头。在网络上买了东方之珠游艇的维港导览，直接来这边换票。这个呀，船票富翁。船票富翁。有颜色的环带是区分购买的船票规格，蓝色这个是可以到最高甲板的等级。
上一批的客人回来咯。就座后会发小点心跟饮料。等船驶出码头后，就会开放乘客到甲板上。因为我们买的方案可以到最高层的甲板，所以继续往上走，那里的景观更漂亮哟。现在我们身在世界3大夜景之一东方之都维多利亚港夜景的中央。Night will keep burning bright. I'm so lucky to be loved by you. And come the storms, whether short or long, well, I'll still be right where you are. I guess you could call it chance, but we时间差不多了，找个好位置来好好欣赏维港的幻彩咏香江灯光秀。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真的是个很美好的体验。灯光秀结束后，游艇还是会在海上一小段时间，依然可以在这边吹海风，欣赏来回的船只。
依依不舍，还是要迎接回程了。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搭游艇看维港灯光秀的票价并不便宜，几乎快要一场游乐园的门票了。不过抱着人生就是要体验各种事物的概念下，还是觉得值回票价就是了。结果船上不能吃外食，下午买的蛋挞变成宵夜了，来把它解决掉。好香哦！就这样啦，大家晚安。今天开始美食马拉松的行程。一早先来吃个港式的菠萝油，香港的菠萝面包真的很厉害，这也是我对香港美食的回忆之一。另外一个就是咸柠七了，昨天还点错了，今天可以在这里喝到，也算如愿以偿了。咸柠檬有个奇妙的甘草味，加在饮料里面真的是个很神奇的滋味。热热的菠萝面包夹着一块冰奶油，一口咬下，大大满足。这家的菠萝面包表皮超级酥脆。奶油被我蒸掉了。吃菠萝油动作要快，不然冰奶油一下子就会融化了。现做的冰火菠萝油就是好吃。接下来去看个很特别的东西。旁边有香港知名的水族一条街，这里可以看到所谓的海猴宝宝。海猴宝宝也叫丰年虾，是一种浮游生物。这里有很大只的成体，也有刚出生的幼体。小时候在文具杂货店有卖培养组合包，养了好几次都没有孵化，后来才在这里看到实体。路上也看到有店家在帮陆龟洗澡。香港最近似乎很流行饲养陆龟当宠物。圆圆的很可爱。店家还有卖变色龙哟。很有喜感，很可爱。它的猪鼻子，猪鼻子跟就我们说的假牙。慢慢散步往深水埗前进。
旺角、太子、深水埗这一区是香港的老城区，拥有许多老店家与美食优，很好逛的地方。和义泰小食，这是家有米其林推荐的小吃店，最知名的是它的肠粉。买一份肠粉与鱼蛋烧麦，朋友说还要搭豆浆喝才是一套。店里的座位区很小，我们买了到旁边的巷子吃。现做的肠粉非常 Q 弹，搭它的酱汁味道虽然简单，但很协调美味。这叫八根哦。它是什么酱？甜酱、麻酱、酱油跟鹅油。调味真的蛮厉害的，简单好吃。试试看它的鱼蛋跟烧麦。鱼蛋烧麦。继续逛街吃美食。品尝一下香港的凉茶，我点了没喝过的火麻仁。很香哎。炒过的。很像芝麻糊吧？米浆的味。啊。米浆。很好喝哎。菊露吗？菊花，一点小苦，菊花，清热。好苦哦。那个是甜的，是苦的啊。这个好。这个比较苦。火麻仁好喝。附近有个可以免费参观的展区，是香港早年的公共住宅改建成的展区。简单来说，有点类似台北的四四南村，可以在这边一窥早年香港公宅民众的生活点滴。展区里有许多仿早年的布景，也会有解释当年的状况与典故。它是维多碗靓仔加色，什么是加色？酱油。走色就是不要酱油。因为那个靓仔是白饭的。那我们台湾现在也是这样吗？菜市场也是这样吗？
展区里面有不少香港早年的风俗民情的展示与资料，加上没有什么游客，逛起来蛮舒服的。我们只有阿拉伯数字啊。不知道，那面。老式理发厅跟台湾几乎一样呢。1楼逛完了，还有2楼的展区，关于美和楼的历史与重大事件。2楼这边主要是介绍当年公宅的日常生活与居住环境的演化。他没有很久了，都没有还有互动小游戏，跟着老师做早操。有人完全不管指令乱玩，果然，时代渐渐的进步了，生活水平也慢慢提升，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眷村的感觉了。小厨房哎 ，Thank you， 下次见。接下来是这趟旅程我个人最想来回味的一家店。几年前朋友带我来吃过他的鱼汤饺子，真的令人念念不忘。点了没吃过的炸鱼皮，听说可以泡在汤里吃。其实这样吃也很好吃哎，就鱼饼的味道。对啊，鱼皮啊，这个是鱼皮。它也是酥的啦。现不是他自己调，这里都是自己调。成本的时候，有鱼腥味。鱼汤饺子来了。很鲜很好喝，令人怀念的味道。他们的饺子。先吹到冷气再喝就可以。哇，好好吃啊！不用了啦。要全是韭菜，我那个韭菜好，这个整个进去吗？整个放进去，再挂汤，好了，可以的。嗯。这是很特别。嗯，然后味道又不一样，它又多了一个味道。他妈被喝，没什么可以沾的。
那个皮会变 QQ 的。你要粉吗？好。修面哦。鱼汤饺我很推荐哟。这个是辣椒还是？辣椒。这个萝卜糕非常软嫩。这里茶我才能这么做。我再唔該。圆哦，它入口即化。什么？这个不要。这个也好吃，没问题，可以点。再来是甜点时间啦。有人一直很想再来香港吃核桃糊，而我是想吃杨枝甘露，所以就都点啦。两只甘露，叮叮叮叮。好甜哦！幸福的味道。好吃哦！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幸福的味道吧。还有柚子哎。好吃，这透明的。这个是西米露吗？对，没错，西米露。好圆哦，好吃。它的西米露好吃哦。再来试试核桃糊，这个算很香港式的甜品，台湾几乎没有。味道有点像很浓的米浆，但更香。时间很快的就到晚餐时间。我们家来香港必吃的餐点之一就是烤乳猪啦，在台湾很难得可以吃到，但在香港它是一个很平民化的餐点，而且做的真的很好吃。当地人会把酥脆薄嫩的乳猪皮沾砂糖吃，不过听说是老一辈人的吃法了，所以现在店家几乎不会主动提供砂糖，但你跟店家要一定会有。烤乳猪就是吃它薄嫩香酥的猪皮。好吃哦！好吃。真心觉得是个放入口中可以令人感到幸福的料理。还有点饭。这家乳猪烤得真的很不错，技术很好。随餐附的酱也很搭。好脆啊！烤。听到声音。它是甜面酱，这个吃
看起来像甜面酱的。烤鸭的那个甜面酱，很像。吃烤乳猪，这时来一杯冻柠茶，真的很完美。我们就这样扎扎实实的吃了一整天，该回去休息啦。愉快的香港之旅也到尾声了。去机场前来吃个简餐店的早餐。奇怪的味道，没有甜，解开我要整包夹。我的欧陆早餐。我已经把它吃完了。好赞哦！这当然算好好吃哦。奶酱猪仔包突然上桌了。好吃酱哦！好脆的，脆的感觉。好脆啊！甜滋滋嘞。少个吃这个，今天很开心。这次来香港，真的吃得有开心了。依依不舍地前往机场啦。跟这个一样高啊，好久。想说是这最高了。虽然这次没有去香港迪士尼乐园，但机场里有迪士尼专卖店，还是可以买爽爽。没有兔子哎，兔子哎。它是觉得姐姐弟弟，这节版的，然后它突然发现28寸的达菲与雪莉梅在特价。我买回去我要放哪里呀？带这么多只回家。嘿嘿嘿。机场大厅也有卖曲奇4重奏的蝴蝶饼，这个在香港伴手礼的榜单上也是赫赫有名。听说评价是爆贵爆好吃。当会员扫码就可以。然后在机场入关后也是有商店可以逛哟。
小只的金牌烧鹅，这很有梗耶，这一只。那它鹅腿有点小。看起来不错。好几年没有来香港了，几乎都忘记香港机场长怎样了。很开心在香港的朋友依然健健康康，活力满满，也带了我们吃了好多在地的美食，真的是很满足的一次旅行。打发时间的好朋友，机上餐点来咯，看起来不太妙。这个真的。平安顺利回到台湾啦。接下来我们预计会开始一连串的日本行程，期待下次再见啦。